这个男人正在上吊自杀，可就在他濒死之际，地上的白布被顶起，缓缓飘到他面前，化作一缕白烟，钻进了他的身体。阿豪的身体瞬间被掌控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身披长袍的道士破门而入，一刀划断了绳子。道士念咒做法，却被鬼附身的阿豪从后面扑倒。一番激烈搏斗后，道士利用镜子反射的阳光，将鬼魂从阿豪体内逼出。获救后的阿豪吐出一滩黑色液体。晚上，阿豪发现门外有人在偷看，打开门一看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蹲在地上吃着祭品。她面露惊恐地朝阿豪房间里看去，然后又慌慌张张地走了。第二天，阿豪来到道士开的炒饭店，感谢他救命之恩。原来道士叫友哥，世世代代都是捉僵尸的，如今僵尸没了，只能靠炒糯米饭谋生。那天碰巧路过，便救了阿豪。阿豪还在这里碰到了梅姨，梅姨人很善良，经常免费帮邻居们补衣服。她告诉阿豪，她住的那间房子不干净，劝他早点离开。夜里，梅姨的老公东叔外出倒垃圾，发现楼下有个小孩在哭泣，想下去看看，不料脚下一滑，摔下了楼梯。画面一转，梅姨正在给东叔洗脚，却发现东叔的脚怎么泡都是一片冰凉。就在这时，梅姨猛然惊醒，她意识到东叔出事了。她找到同住在这间公寓的另一个道士九叔寻求帮助。按照九叔的方法，梅姨用泥土覆盖住东叔，用阴气最重的香山木安置东叔肉身，以乌鸦血配合心口八卦吸大阴之气，再以子符为引，取尸油，戴上铜钱面罩。切记，面罩一定不能取下，不出7天，东叔魂魄归来，便能起死回生。施法后，九叔仿佛重病发作，跌跌撞撞回到家中，取下祭台上的罐子，将粉末倒在纸上，卷成一根烟，猛吸一口，这才把命续上。这天，阿豪又碰到了那位疯疯癫癫的女人，正准备询问女人为什么躲在他门外偷看，突然一阵阴风袭来，回头一看，4个高大的阴兵撑着伞缓缓地走了过来。4个高大阴兵撑着伞就这么走了过来，阿豪吓得紧贴墙壁，给他们让道，他们应该是来收取东叔魂魄的。阴兵走后，阿豪跟着母子俩来到了他们的住处，恰巧碰到来送食物的燕叔。燕叔告诉他，女人叫阿凤，他儿子叫小白。原来阿豪住的那间房子一直是阿凤住的。某天，一对双胞胎姐妹来他家补习，阿凤的老公起了邪念，双胞胎姐妹拼死抵抗，最终阿凤的老公死于剪刀之下，双胞胎姐妹也自尽而亡。阿凤受到了刺激，再也不敢回到那间屋子，但又舍不得离开这里，每次躲在门外偷看，都被吓得半死。看着这对可怜的母子，阿豪决定帮帮他们。他找到友哥，想请友哥超度那对双胞胎姐妹的鬼魂，但却被友哥无情的拒绝了。阿豪只好无奈的回到家中，谁知刚一进门就被泼了一脸乌鸦血。一道人影从后面用绳子勒住阿豪脖子，掏出一张纸符贴在阿豪额头上，竟然是九叔。九叔不停的念着咒语，双胞胎姐妹鬼魂逐渐显现出来，随即他们上了阿豪的身，与九叔搏斗起来。九叔不是对手，被打得口吐鲜血。正在洗碗的友哥突然感觉到不对劲，他来到阿豪的房间，与九叔联手对付被鬼附身的阿豪。他们用墨斗线缠住双胞胎鬼魂，然后将他们封印在柜子里。友哥骂九叔阴险，竟然用别人的命做诱饵引鬼出来，并警告他柜子撑不了多久，赶紧灭了那2只鬼。但九叔却偷偷将柜子藏了起来。另一边，梅姨每天晚上都会对着东叔的尸体自言自语，他太爱东叔了，他希望他能早点回来，哪怕是变成僵尸。这天，友哥发现梅姨补的衣服有防腐剂的味道，并且很长时间没看到东叔了。燕叔告诉他，东叔被一个后面跟着小孩的男人杀了，他怀疑这个男人是九叔。燕叔找了个借口来到九叔家，却发现梅姨也在这里。他故意将口袋里的糖果撒了一地，果然这里有小孩。眼看事情就要败露，突然梅姨从后面击倒了燕叔，然后活生生的砸死了他。为了东叔，梅姨已经失去了理智。这天，小白又跑到梅姨家里玩，小白说他想上卫生间。听了小白的话，梅姨联想到九叔曾跟他说过，童子穴可以让东叔快点回来，而东叔就藏在卫生间里。曾经善良的梅姨，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恶魔。与此同时，友哥家中挂在墙上几十年未动的五行盘忽然动了。九叔家中尸油不停地翻滚着，用来镇压东叔的铜钱面罩也不知何时被取了下来。恐怖的僵尸就要出世了。友哥来到梅姨家中，这里早已是一片狼藉，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。突然，一只血手伸出来，捂住友哥鼻子。已经变成僵尸的东叔从他身后跳过。先赶来的九叔已经遭遇不测，他告诉友哥，僵尸是他亲手炼制的。原来肺癌晚期的他靠养小鬼的灰续命，但还是命不久矣。于是借东叔炼尸，找双胞胎姐妹借尸还魂，逆天改命。但他还是低估了梅姨对东叔的爱。另一边，阿凤拿着铃铛到处找小白，却阴差阳错地放出了双生女鬼。后来，阿凤在一处走廊找到了小白，可是小白已经化成了玉女魂魄。得知小白遇害，阿凤独自一人拿着武器找僵尸东叔报仇。但僵尸的力量何其可怕，
肉体凡胎难以匹敌。没过一会儿，阿凤就被僵尸结束了生命。此时阿豪出现，他将燃烧瓶扔在僵尸身上，试图以烈火将僵尸烧成灰烬。僵尸猛地向阿豪扑来，被阿豪险险躲过。与此同时，双生女鬼正飞速朝这边赶来，他们趁机附上僵尸的身，凶上加凶。僵尸再次站了起来，在这样的怪物面前，阿豪几乎没有了还手之力，惨遭重创。还好友哥及时赶到，他用道术帮阿豪止血，然后设下结界，以尸油引诱僵尸入阵。友哥告诉阿豪，如果一支烟的时间不离开法阵，就永远回不来了。很快僵尸来了，他们一同进入了结界。结界环境会根据五行阵盘的属性不断变化。阿豪利用木属性将僵尸困在铁门上，不断对僵尸展开攻击。但有了双生女鬼加持的僵尸太强大了，阿豪依旧不是对手。友哥拼命拖延阵法延续时间，他的手臂已经扭曲到变形。这一次阵盘转到了土属性，僵尸与阿豪继续缠斗，两边都是险象环生。眼看烟就要燃尽，友哥用绳索将三人锁在一起，从窗户一跃而出。此时阵盘来到了火属性，僵尸身上立刻燃起火焰，然后摔在地上，停止了行动。这时梅姨出现了，她看了看拍在地上的东叔，此刻她终于明白她的爱已经变形了。随后她选择了自尽，与僵尸一同灰飞烟灭。镜头再次切回阿豪搬进公寓的画面，友哥只是不会法术的饭店小工，小白与阿凤过得很幸福。梅姨接受了东叔的去世，一个人坚强的生活着。原来这一切只是阿豪临死前的幻想。曾经的他是僵尸片演员，可谓万众瞩目，如今跌落神坛，他心中不甘，幻想是他最后的挣扎，即使死也要死在与僵尸的搏斗中。对喜爱僵尸片的观众来说，这或许是一场告别，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开始，一个脱胎换骨的新僵尸时代。